因为以他们定价算是蛮亲民的，应该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应奇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 Donic 最新2把球拍 Whipper 内碳跟 Whipper 外碳。我觉得你这件衣服很霸气耶。是吧？我也蛮喜欢这件衣服的。比赛的时候，我常常想穿这件上场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先下来了。之前呢，我们介绍比较多的都是明星代言的球拍，像是张本 Super ALC、莫雷加德的赛博六角拍、华德纳使用过的邦达系列等等。那 Whipper 内碳跟 Whipper 外碳呢，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明星代言或是加持，所以其实我也蛮好奇他们的实际性能会是怎么样的。Whip 呢是鞭子的意思，所以我每次看到 Whipper 这个系列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鞭子女。鞭子女是这种的吗？不是啦，是格斗天王的 Whip。那 Whipper 系列呢，不论是内碳或者是外碳，它的木材选材基本上都是一致的，都是令拔面材，再加上阿尤斯立材，再加上桐木大芯。那两者最大的差异呢，就是纤维层的位置不一样。那 Harami 的混编碳纤维呢，它的硬度比 ALC 略高一点，再加上它是主打一个轻量跟高弹的特性。那我看到令拔面材呢，我就想要搭配高硬度的胶皮，所以这次特别准备了4张 Blue Star A1。各位觀眾，4條煙。那我手上這2把呢 ，Whipper 內碳的重量大約是86克左右 ，Whipper 外碳的話大約是88克左右。至於厚度的話 ，Whipper 內碳大約是5.8 mm，Whipper 外碳的話大約是5.9 mm。那這2把球拍的基本介紹呢，就到這邊。特別感謝長城桌球贊助這次的器材開箱。那我們就準備貼皮試打吧。首先呢 ，Whipper 内碳的攻球手感蛮柔和的，持球的感觉稳定，攻球的速度中上。那反手搭配 A1 的话，感觉稍微有一点韧，小力量比较难打透一点，出球的速度不是特别快，不过弧线相当的稳定。那摆短的控制还不错，不过有时候回摆的弧线会偏高一点，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出手的板型控制，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劈长挑打的时候呢，令把面材让手上多了几分控制的感觉，再加上是内置结构的关系。出球的弧线稳定，不过速度就略慢一点咯。Whipper 内碳的反手拧拉呢，蛮容易上手的，小力量的果球感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出球的弧线稳定，而且兼顾了上台率跟旋转的表现。基板衔接连续进攻的时候 ，Whipper 内碳的稳定度依然是相当的好，再加上饱满的弧线跟强烈的旋转，可以很放心的发力连续进攻。反手起板的速度跟力量感觉呢相对小一点，需要多发点力去提高回球的质量。不过正反手的过渡跟相持球稳定度真的是很不错。Whipper 外碳的攻球手感也是柔和的，令把面材持球感觉依然是相当的稳定。反手搭配 A1 透板的感受呢还不错，出球的速度相对轻快了不少，弧线呢也是比较均衡的。摆短的控制呢也是很轻松，回摆的弧线呢稍微偏长了一点。落点的控制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。劈长调打跟Whipper内碳的感受差不多，
另把面踩的控制手感极佳之外，出球的弧线稳定，不过外探结构在速度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。Purple 外探的反手拧拉呢，在操作上也是蛮容易的，出球的弧线也是稳定，而且球速也是更快一些。起板衔接连续进攻的时候呢，Purple 外探的出球速度快，质量更好，不过弧线落点比较深，控制稍差一点，有时候比较容易出界。反手起板的速度表现不错，回球质量好，而且相对省力一点，进攻的威胁更大，比赛中的优势更加明显。说到 Whipper 内探、外探的综合性能比较啊，对了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数据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？我发现大家其实看得蛮细的耶，感谢热心朋友的留言跟建议。之后呢，我会把各项指标的评分也写出来，这样大家用数字去做性能比较的话，应该就更容易咯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，Whipper 内探的速度跟力量表现中上，旋转的表现还不错，而在防守跟控制的表现是最好的。整体的进攻性能呢还是蛮好的，对于注重稳定度跟上台率的朋友来说，Whipper 内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 Whipper 外探的数据来看呢，简单一句话就是均衡全面，各项指标呢都有中高标准的表现之外，在实战中的稳定发挥其实也是相当的出色。我个人觉得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，基本上呢这把拍子就是练功比赛都是两相宜的好选择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的开箱试打，经过这次的试打呢，我个人是还蛮讶异的啦，因为以他们定价算是蛮亲民的，应该是2000块不到的那个价格这样子，那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一个性能表现，我觉得这两支 CP 值真的是超高的。而且我说的这性能表现呢，不是只是单纯的练球而已，其实在比赛上面的话，也都表现得还蛮不错的，相当的稳定。所以如果你本来是在打外置或者是内置 ALC 的朋友的话，如果你直接入手这两把，基本上不用担心说什么转换或适应的问题，基本上就可以很容易上手的。我自己的话是应该还想再多买个2把。哈，你还想再买？没有啦，不会再买了。那这里呢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最近有在关注桌球新闻的话呢，应该会注意到张继科跟蝴蝶的代言合约呢到2025年到期之后呢，应该就会转战到 Donic 的阵营，也许会出一把 Donic 张继科 ALC， 我个人是蛮乐观其成的啦，如果真的有的话。那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再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咯。那我们这次的器材开箱就告一段落咯。你有想看我开箱什么其他器材都欢迎跟我说。如果真的有 Donic 张继科 ALC 的话 ，QB， 你的罐钱再捐出来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我要去遛 QB 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喂，老板，麻烦你那个 Whipper 内探跟外探各帮我留一支好不好？谢谢。